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美股坐标系。我们先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开始，你觉得过去一年美国股市里哪个板块的表现最惊喜？大部分人第一反应肯定是 AI、芯片、英伟达，往下说可能是云计算、软件，再往下也许是医疗、AI、机器人。公用事业、电力股，几乎没有人会把它排进前三。但如果我告诉你 NextEra Energy，也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家公司，过去5、2周的股价涨幅超过了30%，而且它是一家正儿八经每天在卖电的公用事业公司，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太对劲。这就是我今天想聊的核心 NextEra Energy 代码 NE，它到底是不是还只是一只无聊的电力股，还是说 AI 这场狂欢已经悄悄地从里面翻新了这家公司的增长逻辑？先把 NEE 是谁这件事儿交代清楚，不然后面聊起来没有共同语言。NextEra Energy 是美国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商，同时也是佛罗里达州最大的电力公司。它的结构分两块，一块叫 Florida Power and Light， 简称 FPL， 是受州政府严格监管的传统电力公司，给佛州老百姓送电，每年稳稳的收钱，是整个集团利润的稳定底座。另一块叫 NextEra Energy Resources， 这边才是真正的成长引擎。风电场、光伏项目、储能系统遍布全美各地，一直在拿长期合同，一直在扩张。过去10几年，这家公司的调整后，每股收益一路稳步增长。管理层给出的未来复合增速目标是8%以上。2025年全年实现了8.2%的增长，并且连续超过15年达成或超越年度业绩指引。在整个公用事业板块里，这几乎是一个异类。但真正让这家公司在我脑子里从优质防守股升级到值得认真看一遍的，是它在 AI 这条新主线上走出来的几个动作。我们先把这个背景铺清楚， AI 用电是真正的结构性需求，不是概念。大家现在谈起 AI， 聊的多是算法模型，谁的芯片更快，谁的推理成本更低。但有一个问题很少被认真讨论，这些大模型跑起来需要消耗多少电？一个大型 AI 数据中心满载运行时的用电量大概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 他们现在抢着在全美各地选址建算力园区，每一个动辄几百兆瓦、上几瓦的用电规模，直接把当地电网的容量规划打乱了。美国电力行业过去几十年用电需求其实非常平稳，几乎不怎么增长。但从2023年开始，这条曲线的斜率突然变了。数据中心、AI 工厂、电动汽车充电同时涌进来，把电力系统推向了一个30-40年没遇到过的新压力周期。NEE 管理层在2025年底的投资者会议上给出了一个数字，公司计划在2035年之前专门面向数据中心和 AI 园区这类大用电客户，新增15吉瓦的发电装机。这是什么量级的概念？这相当于给15座中型城市同时配上一整套新的供电系统。而 CEO John Ketchum 说，这还是他们的保守目标，这才是 NEE 真正重要的地方。它不只是在做风光储的量化扩张，而是在定向追这批 AI 客户，把自己的增长轨道绑到了一个可见度非常高的新需求周期上。聊完背景，说说具体的合作。去年12月 NextEra Energy 和谷歌云宣布了一笔我认为市场没有充分定价的合作。两家公司决定共同开发多个吉瓦级数据中心园区，也就是说，不是谷歌来买 NEE 的电，而是两家公司一起选址，一起做能源底座，一起把这套体系交付出来。目前，首批3个园区已经进入开发阶段，更多的选址计划正在推进。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已有的合作规模。在这次新协议之外，两家公司已经有大约3.5吉瓦的合同在运行或签约中。这意味着他们不是刚认识，而是建立在一个有真实项目历史的基础上往前走。NEE 同时还在跟 Meta 合作，给 Meta 在德克萨斯、中西部、新墨西哥等地的数据中心项目提供2.5吉瓦的太阳能和储能供应，合同期从2026到2028年陆续落地。现在再加上2026年3月 CERAWeek 上英伟达带着 NEE 点名的那场合作，把 AI 数据中心做成可以参与电网调度的 AI 工厂，既跑算力，又作为灵活负荷，帮助电网稳定。NEE 在这条链路上的位置，已经从单纯的电力供应商变成了一个更接近 AI 基础设施伙伴的角色。
谷歌是信用最好的客户之一，合同期普遍很长，付款有保障。这类大型园区的能源合同一旦签下来，就是锁定10几年的现金流。对于 NEE 来说，这比传统的按度电计费的生意要值钱得多，因为它还附带了品牌溢价、技术合作的话语权，以及在未来项目中的优先竞争资格。讲一个更深层的逻辑转变，也就是说，英伟达这次在 Zero Week 上提出的 AI 工厂框架对 NEE 的商业模式意味着什么？英伟达说的 AI 工厂不是一个普通机房，而是一个可以和电网深度互动的算力资产。它自带发电和储能，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状态主动调节自己的用电负荷。电网电多了就多耗，电网紧了就降下去，同时对外提供算力服务。这件事的关键在于谁来设计、建设、运营这套能源体系。NEE 现在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它不只是给 AI 工厂卖电，而是参与进去，从选址到确定电源组合，再到怎么接入电网、怎么做储能、怎么参与电网调度，它是这整套系统的能源合伙人。这意味着 NEE 未来的定价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电力生意，你卖1度电就赚1度电的钱，但在 AI 工厂这个模型里，你提供的是一套长期资产回报加上灵活性服务的打包方案，类似于你把厂房和生产线一起租给人，而不是只卖原材料。溢价空间更大，合同期更长，客户粘性更高。我个人把这个趋势理解为一种电网版的云服务，先帮你搭好底座，然后用几十年的合同把这套体系赚回来。聊了这么多叙事，我们来把这件事落回到基本面，说说我认为 NEE 值得认真看的几个点，以及我实际上很担心的几个问题。先说我认为扎实的部分。第一，增长路径有真实依据。NEE 管理层给出的目标是从2025年基础出发，调整后每股收益的复合增速不低于 8%， 这个目标要一直维持到2032年，然后从2032到2035年再续。这不是第一次这么说，过去10几年这家公司连续超预期的记录，在整个公用事业板块里找不出第二家。2025年全年调整后每股收益 3.7 亿美元，超出了年初指引区间的上限。第二，订单可见度比以前高了一个档次，到2025年底，NEE Resources 的项目储备库已经接近30吉瓦。这批项目大部分是有长期合同支撑的，不是靠猜谁会来买电才能建的。而且太阳能电池板的供应已经锁到2029年，国产储能的供应同样锁到2029年，原材料端的风险相对可控。第三，它仍然有一只稳定的脚踩在地上。FPL 每年贡献大约 60% 的集团利润，是个高度可预期的现金流来源。过去1年，佛州新增了10万用电客户，居民用电基础在扩大，这块业务不会暴跌，但也不会暴涨。然后说说我真正担心的地方，而且这几条不是小问题。第一，利率。NEE 的整个商业模式建立在大规模融资上，它要大量借钱建项目，然后用长期合同的现金流来还债。问题是，目前联储的政策利率还在 4.5% 的水平， NEE 账上的债务总规模超过900亿美元，2026年需要再融资的部分大约100亿美元，每融资一轮，利息成本就往上走一步。管理层已经在电话会上承认，高利率给2026年的财务端增加了大约5亿美元的额外利息压力。利率不降， NEE 的估值逻辑就会一直受压。这家公司的前项市盈率大约在22到23倍，对一只公用事业股来说不算便宜。每次联储放鹰，它的股价就会承压。第二，NEE 的绿电故事在悄悄打折。为了满足 AI 数据中心对24小时全天候稳定供电的要求，NEE 这2年显著加大了天然气项目的比重。2026年3月刚拿到联邦批准，可以开发多达10吉瓦的新天然气发电项目，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且是天然气，不是风电光伏。同时，它还收购了山谷管道和 Symmetry Energy 的股权，在天然气基础设施上越走越深。这不是说天然气不好，但这意味着过去 NEE 那个纯清洁能源的成长故事正在变得更混杂。如果未来政策风向对化石能源收紧，或者 IRA 里的清洁能源补贴被削减，这块新增的天然气敞口会成为包袱。第三， IRA 的政策风险是一把悬着的剑。NEE 从 IRA 的可再生能源税收抵免中获益极深，
计划到2026年通过出售税收抵免来变现16亿美元，这是2023年水平的5倍。一旦国会对 IRA 的补贴条款做出实质调整，这块收入就会受到直接冲击。目前 Fitch 的基准预测是 IRA 大体维持原状，但这个预测本身就有政治风险。所以这家公司到底怎么理解？我想做一个不那么讨好的结论。市场上关于 NEE 有2种声音，一种说它是 AI 时代里最被低估的基础设施资产，另一种说它是一只估值偏高、利率敏感的公用事业股。AI 叙事只是锦上添花。我自己觉得这2种说法都没说错，但都没说完。NEE 确实踩在了一个真实的长期需求上。AI 用电不是概念，是现在进行时，而且会越来越猛。它和谷歌、英伟达的合作也不是单纯的公关动作，背后有实实在在的长期合同和项目开发。从这个角度看，它比绝大多数传统电力公司多了一层有质量的成长空间。但它不是那种可以靠故事顶着走的公司，它背着很重的债，活在利率的脸色下，同时正在用压住天然气来换短期的供电能力，这让它的清洁能源起手标签越来越像一个需要定期验证的承诺，而不是一个既成事实。它的位置更接近一只带 AI 叙事的高质量防守型成长股，而不是一只可以压着等翻倍的题材股。2026年的 Zero Week，电力公司和科技公司坐到了同一张桌上，讨论同一件事：怎么给 AI 供电，怎么让数据中心成为电网的一部分。这件事在3年前几乎没有人能想到。现在你可以把 AI 的产业链从上往下画一条线，最顶上是算法和模型，再往下是芯片和算力，再往下是数据中心的冷却和网络，最底下是电。大家的目光都停在这条链的顶端，几乎没有人认真盯着底部。但历史上每一次基础设施的大周期，最先跑出来赚钱的，往往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明星，而是那个不声不响把水和电卖给所有人的生意。这个逻辑成不成立？ NEE 能不能撑住它的故事？答案还没出来。但如果你现在还觉得电力股只是一个无聊的防守仓位，也许是时候重新想一想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美股坐标系，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见。